元始天尊，道教最高神灵的传说及影响结语。第6章结语。元始天尊形象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的演变。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神灵，是宇宙的本源，万物的创造者。他的形象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都有所演变。魏晋南北朝时期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元始天尊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。形象特征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元始天尊，往往被塑造成身穿道袍，手持玉如意，端坐于莲台之上的老者形象。他的形象庄严肃穆，威严无限。神职范围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元始天尊是道教的最高神灵，掌管宇宙万物。他的职责主要包括开天辟地、传授道法、弘扬道教、护佑众生。唐宋时期。唐宋时期，道教得到了空前发展，元始天尊的形象也更加神圣化。形象特征：唐宋时期的元始天尊往往被塑造成身穿霞帔，手持拂尘，端坐于九龙宝座之上的老者形象。他的形象更加威严庄重，神圣无比。神职范围：唐宋时期的元始天尊不仅是道教的最高神灵，也是天界的最高主宰。他的职责更加广泛，包括主宰天界、治理人间、救苦救难。明清时期。明清时期，道教开始衰落，元始天尊的形象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形象特征：明清时期的元始天尊形象更加多元化，有的被塑造成慈眉善目的老者形象，有的被塑造成威严肃穆的神像，有的被塑造成法相庄严的祖师。神职范围：明清时期的元始天尊神职范围有所缩小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主宰天界。元始天尊仍然是天界的最高主宰，但其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。治理人间。元始天尊对人间的治理主要体现在颁降旨意、惩罚恶人等方面。救苦救难。元始天尊仍然是众生的救苦救难者，但其救助的范围有所缩小。当代社会，道教正在复兴，元始天尊的形象也得到了新的诠释。形象特征：当代的元始天尊形象更加贴近生活，有的被塑造成慈祥和蔼的长者形象，有的被塑造成威严庄重的道祖形象，有的被塑造成飘逸洒脱的神仙形象。神职范围：当代的元始天尊神职范围更加广泛，不仅是道教的最高神灵，也是宇宙的本源，万物的创造者。他的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开天辟地。元始天尊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开天辟地，创造了宇宙万物。传授道法。元始天尊是道教的创始人，他传授道法，教化众生。弘扬道教。元始天尊是道教的传播者，他弘扬道教，使道教传播到世界各地。护佑众生。元始天尊是众生的救苦救难者，他护佑众生，解脱众生苦难。引导人生。元始天尊是人生的导师，他教导人们如何做人，如何生活。元始天尊信仰的社会影响。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神灵，是宇宙的本源，万物的创造者。他的信仰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政治方面，元始天尊是天界的最高主宰，是皇帝的保护神。历代皇帝都尊奉元始天尊，祈求他的保佑。例如，唐朝皇帝李世民自称是太上老君的化身，对元始天尊极为崇敬。经济方面，元始天尊是财富之神，是保佑人们发财致富的神灵。许多商人、工匠都供奉元始天尊，祈求他的保佑。文化方面，元始天尊是道教的创始人，是道教文化的核心。元始天尊的形象在道教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，例如道教壁画、道教雕塑、道教绘画等，都有元始天尊的形象。社会方面，元始天尊是道德的化身，是人们学习的榜样。元始天尊的思想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例如元始天尊的仁爱、和平、包容思想，倡导人们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元始天尊传说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。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神灵，是宇宙的本源，万物的创造者。
他的传说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。文学作品，元始天尊的传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。例如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元始天尊是如来佛祖的师傅；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元始天尊是姜子牙的师傅。艺术作品，元始天尊的形象在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。例如，在敦煌壁画中，元始天尊被塑造成身穿道袍，手持玉如意，端坐于莲台之上的老者形象。在道教雕塑中，元始天尊被塑造成威严肃穆、神圣无比的形象。当代创作，在当代，元始天尊的传说仍然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。例如，在一些影视作品中，元始天尊被塑造成了慈悲救苦救难的形象。在一些绘画作品中，元始天尊的形象被塑造成了庄严肃穆、威严无限的形象。结语：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神灵，是宇宙的本源，万物的创造者。他的传说是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传说反映了人们对元始天尊的崇拜和敬仰。元始天尊的形象在中国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，这些艺术作品塑造了元始天尊庄严慈祥的形象。